朝鲜31号早上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相距10个月。韩国军方称，朝方很可能发射的是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18型的改良版，也可能是全新的洲际导弹。外界注意到，该导弹发射前的5小时，美韩防长正在召开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的会议。同日，美韩110余架军机举行大规模演习。 据朝中社31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发布消息说，朝鲜当天早上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刷新了朝鲜战略导弹能力的记录，展现了朝鲜战略遏制力的现代性和可靠性。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试射，他表示，此次发射活动向近来故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朝鲜安全的对手明确表示朝鲜的应对意志。朝鲜绝不容许任何威胁逼近国家安全。金正恩还说，要进一步完备核应战态势，朝鲜绝不会改变核武力强化路线。韩国与日本也监测到此次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1号通报，韩国军方于当地时间7时10分左右发现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弹道导弹为洲际弹道导弹，以高角度发射，飞行高度约为7000千米，在飞行约1000公里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坠落。该导弹飞行时间约86分钟，创下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最长飞行纪录。这是朝鲜今年以来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距离去年12月18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已过10个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研判，朝军可能试射了新型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其是否使用12轴移动式发射车进行发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长李成俊还认为，朝方也有可能发射的并非全新型号，而是火星18型的改良版。韩军公布的数据显示，朝方导弹这次以高角度，也就是略微倾斜朝天发射的角度，飞行了约7000公里。据测算，如果是现有的火星18型导弹，按照正常角度30至45度发射的话，可以飞行1.5万公里以上，射程覆盖美国全境。而31号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算距离要大于1.5万公里。韩军研判认为，朝方可能加大了弹头重量，显示其完全覆盖美国全境的能力。它的性能比之前我们说公开的火星18的性能还是有一定提升的啊。它的射程比火星18很有可能还有一定的提高。所以呢，要么就是朝鲜方面更大的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要么就是在火星18的基础之上，对它的性能进行了一定程度上提升。当然，这个提升是靠比如说发动机燃料，还是说靠比如说削减这个战斗部的质量啊，这个现在暂时还不能够确定。洲际弹道导弹被视为核武器的重要载具，朝方高度重视。去年4月13号，朝鲜首次成功试射火星18型洲际导弹时，金正恩就在现场指导发射。据朝中社10月23号的报道，近期金正恩视察了朝鲜的战略导弹基地。照片显示，金正恩站在起码4台火星18型洲际导弹的发射车前，听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副部长金正直的报告。据此，外界认为，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动库阵地采用动库部署、发射场坪冲刺式发射的部署和发射模式。这些照片也透露出，火星18洲际导弹在去年4月完成首次试射之后，目前已经进入批量生产和小规模服役阶段，又或者火星18首个战备值班单位已经基本成型。这次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时机也耐人寻味。韩美防长当地时间30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安保会议，商讨应对朝鲜派兵援俄，并谴责朝鲜。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罕见宣称，穿上俄军制服、配备俄方设备的朝鲜士兵正在开赴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迫近乌克兰边境。奥斯汀称这是危险、令局势不稳的举动。就在美韩这次安保会议之后5个小时，朝方就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韩国方面评估，朝鲜此举可能意在表达对美韩的不满。另外，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5天之际，朝鲜发射洲际导弹也有向美国社会传递信息的用意。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发射导弹后，美韩防长又紧急加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双方商定将实施由美方战略武器参与的联合演习，向朝鲜展示所谓同盟的反制决心。观察指出，美韩去年以来不断强化对朝鲜的所谓延伸威慑，也就是核威慑，是引发朝方回应的主要刺激性因素。
而去年以来，韩国情报部门多次对外宣称朝鲜将进行第7次核试验，不过目前尚未发生。就在朝方发射洲际导弹当天，美韩也临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空中演习，双方共有110余架有人及无人军机参演，包括韩国空军 F-35A、F-15K、KF-16等装有精密制导武器的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B、F-16等战斗机和 MQ-9无人机。双方在半岛西部海域上空以及中部内陆空域组成大规模联合攻击编队，进行了多样的战术飞行和精确轰炸训练。如果说美韩不断的用演习去人为的在东北亚，甚至我们说在整个西太平洋制造紧张局势的情况之下，那么相关区域的国家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动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韩方面也应该认真的考虑自己所进行的大量的咄咄逼人演习，那么到底对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我们说从美韩跟朝鲜之间的博弈的角度来讲，那么朝鲜方面应该来说，当然认为还是要展示出足够大的威慑能力。韩国近日公布朝鲜派兵援俄的消息，并不断拉美日展开应对性商讨。分析认为，韩国十分忌惮俄罗斯与朝鲜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尤其是其中第4条与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高度相似。如果这次朝鲜出兵支援俄军，那么未来半岛一旦战火重燃，俄方出兵支援朝鲜将是大概率的事，这对韩国极其不利。有韩国及美西方舆论煽动韩国出兵或者支援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30号表示，即便俄罗斯为回报朝鲜兵员而向其转让尖端军事技术，韩方也有能力克服这一挑战，并强调韩方不考虑向乌克兰派兵。对于美韩两国为了因应所谓的朝鲜向俄罗斯派兵问题，正在美国举行外长加防长的2+2会议一事，您作何解读？我认为，虽然俄朝双方至今都没有承认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派兵这件事情，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军事上的博弈和较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不过，我还是坚持认为，一是鉴于韩国承受不起半岛深圳的代价，以及朝鲜要保障自身的政权安全；二是鉴于半岛双方的军力部署已经处于了谁都不敢打破僵局的恐怖平衡状态；三是鉴于美国仍然不敢在俄乌战场与中东战场之外，在朝鲜半岛之外另外开发第3战场。接下来半岛仍然没有战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日韩以及北约将会充当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相反，他们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加大对俄乌战事的介入力度，甚至是帮助乌克兰逆转当前战场上的不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接下来俄乌战场上将会发生3大关键性的变化。第一是，在半岛上不敢轻启战端的韩国将会趁机借用俄乌战场来跟朝鲜进行一场间接的战争。根据媒体报道，韩国不仅会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而且将会派出数百名军事顾问。因为韩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在俄乌战场上累积跟朝军作战的经验，并趁机消耗朝鲜的军力与国力；另外一个方面，韩方认为只有帮助乌克兰打败了俄罗斯，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俄朝军事结盟带来的长远威胁。第二，美国与北约将会趁机解除对援乌武器施加的限制，甚至是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远程打击武器。第三，我认为鉴于俄朝并没有明确承认朝军入俄这件事情，再加上北约也不想见到俄乌战事扩大为第3次世界大战，因此我认为接下来过去一直跃跃欲试，想要下场参战，但又被美国和北约摁住的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将会让自己的军人脱下军装，以志愿兵的形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